让我们来谈谈婚姻。绝大多数人进入婚姻都带着美好的期许，希望可以和另一半相伴终生，幸福长久。但事实是，绝大多数人都会在婚姻中经历关系问题，陷入困境，有的甚至最终走向离婚。我们怀抱着单纯的愿望，希望在恋爱中形成的关系可以在婚姻中继续。但当爱的荷尔蒙褪去，双方面对生活中的零零碎碎大事小情，矛盾冲突在所难免。大多数人往往凭着本能去应对，常常造成两败俱伤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婚姻是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真实面目呈现的地方。我们在婚姻以外的关系中，多多少少都戴着假面，而在婚姻中，我们可以卸下假面，呈现更加真实的自己。因为对方是我们继父母或照顾者之后新的依恋对象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模式也会自然地呈现在婚姻中，而我们和父母未解决的关系问题也会在婚姻中出现，给我们带来痛苦，同时也给我们机会去直面未解决的问题。我们总是和我们未完成的故事结婚。所谓未完成，就是那些在和父母的关系中所感受到的痛苦，没有被看见和处理过。痛苦不会自己消失，只是被遗忘或遮蔽了。然后我们进入亲密关系，我们往往会选择和我们的父母有相同的部分，但又不相同的伴侣结婚。我们或因为伴侣和父母相同，或因为他们不同于父母而走入婚姻。但迟早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的伴侣身上既有和我们的父母相同的部分，又有和我们的父母不同的部分。这让我们既可以在婚姻中重现和父母的关系，又提供了疗愈的可能。未完成的故事在和父母的关系中形成，在婚姻中继续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真相，去完成它。而婚姻中的痛苦，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。因此，婚姻关系出现问题，并不说明你有糟糕的婚姻，而只是说明你在婚姻中。婚姻就是出现问题、修复，再出现问题、再修复的过程。我们只是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所在，以及如何做去修复、去处理婚姻中出现的问题。不断重复负向的互动模式，双方越走越远。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这些，而且真相是，在一段婚姻中没有真正面对和处理过的问题，在新的关系中还会重复出现，只是换了对象。还有孩子，孩子是婚姻问题处理不善和婚姻失败的直接受害者。父母如何面对和处理婚姻中出现的问题，不仅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，也为孩子未来如何面对和处理问题提供了榜样。是选择逃避还是面对？是选择不想指责还是参与改变？是选择负气离婚还是看清真相和平分手？都在给孩子未来的人生提供示范，也影响孩子未来的婚姻。我们无法决定我们在怎样的家庭中成长，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孩子，甚至孩子的孩子，在怎样的家庭中成长。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未完成的故事，也几乎每一对夫妻都或多或少、或迟或早
都会在婚姻中经历一些问题。婚姻中的痛苦给我们提供了真正面对和完成未完成的故事的机会。婚姻可以成为我们的伤，婚姻也可以变成我们的药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把婚姻中的伤变成药，疗愈伤痛，获得婚姻中的智慧和幸福。我是珍慧，尤里，欢迎和我联系。